说，你怀疑谁？臣哪里敢？倘若你辜负百姓，我便反你。凌云，还不赶快起来！臣御前失仪，请陛下降罪。陛下，凌云多半是轻敌了。不过这位与他比试的小学士子确实本事了得，72口木箭精准击中同一部位，竟以木剑之盾攻破了凌云的护体罡气，令他负伤。大祭酒，看来小学士子的比试比这大学士子的还要热闹。朕倒想看看谁有这等本事。秦世子一招挑剑时，竟将凌云道人直接挑飞了。秦世子，果然厉害。大考暂停。秦世子，惊扰圣驾，定有重罚。陛下传你来太学殿问话。这些都是延康国的文武大臣。祖师妃姬也在，这衣裳衬得她真像个公主。这就是延康国当今的皇帝，好像是叫延丰帝。秦飞月、顾里暖，他不会还想把邵伯剑抢回去吧？你就是击飞奸城的小学士子，你来自哪里？启禀陛下，秦穆世子拿的是利州府路也。陛下容禀，此人乃是大陛下，实不相瞒，我来自大虚。陛下，他不只是大虚器民，还与天魔教有密切关联。便是他与天魔教阻挠我延康进军降龙城，这次更不知施展何等手段躲避师进混进来，实在居心叵测。大虚啊！请陛下明鉴，下令拿下这贼子。诸位爱卿稍安勿躁。他如此坦诚，不像居心叵测之徒。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朕的朝臣中有着各教各派的精英，若论出身，有半数是魔教、魔道。你是天魔教弟子？是。天魔教一向神出鬼没。而今教中弟子也进入太学院求学了，很好。天魔教也是朕治下的教派，也是朕的子民。小秦将军，你让朕拿下朕的子民，那朕还如何统治天魔教？陛下，太学士不仅是世子，更是我延康8品官职。他一个大虚器民，神之器民，朕未必弃；神可弃众生，朕不可。到了朕的国土，无论来历，都是朕的众生，哪里来的器民？这个延丰帝，竟然处处向着圣教和大虚说话，是拉拢还是？
可是陛下，最近屡有宗派作乱，以国师违背神谕进入大虚为由，攻劫我延康。臣只怕天魔教也蠢蠢欲动。哼！这些宗派总想搞件大事来吓朕，名义上是反国师，实则是反朕，无非是想让朕的屁股挪一挪，做给他们的屁股坐，真是痴心妄想。从前国家是宗派的附庸，谁来做皇帝都由宗派做主，他们怕在国家身上吸血，怕在百姓身上吸血，哪个皇帝不由他们心意，便换掉、杀掉。今时不同往日，宗派绝不能凌驾国家之上。朕与国师大兴治学之风，推动变革，就是要将宗派不该掌握的资源收归国有，改变宗派拿捏国家命脉的境况。朕不但要变革，还要革命，革这些宗派的命，革自己的命。这些宗派不想变革，那就等着朕去革他们的命。不但宗派要变，朝廷也要变。朝廷不变，迟早完蛋。国师的作为都是朕授意，反国师就是反朕。陛下英明，陛下英明。哈，朕失态了，都起来吧。陛下所言，振聋发聩。他躲避失境，进入我延康国境，亦是事实，理当严惩。父皇容禀。秦牧世子正是近日名动京城、救治百姓的花象神医。花象神医，朕听说过。诊病不分贵贱，施治不拘一格。秦牧世子果然是年轻有为，正是我延康用得上的人才呀。此等一举是否足以将功抵过，免去他的罪责呢？既是神医，那不但不该罚，反倒该赏才是。朕宣布，从今往后，秦牧世子便是朕亲自收的天子门生。祖师，少教主，你终于来了。少教主一路走到延康，感觉如何？我走一路看一路。只见延康国有大兴之兆，道法神通，尽系百姓日用，日新月异。水下有行舟，空中有楼船，地上有飞轮车，炼丹术也被运用到核心驱动之中，造化神奇。武阳县雨涝排云，漓江县借水势引动冶炼机关，江陵郡以造化之术扩建江上新城，近乎神迹。待到京城，更是人文荟萃，民息物富。延康国虽然有所动乱，但是乱不了太久，之后便是无比强盛。听你的意思，
认定宗派无法与国家为敌了。小学、大学和太学的设立，已经确定了延康国就是天底下最大的宗派。其他宗派都是这个宗派的小学、大学，不过为延康国提供士子而已。如何与国家相争？可如今天下大乱，国师亦身受重创，延康国岌岌可危，随时可能国灭。祖师，你在诓我？延康国师如果真的受伤了，怎么会让芝然署这样毫无战力的官署押送药材呢？他肯定是在欲擒故纵吧？还有一重苦肉计，否则骗不了天下宗派。他回京之后，我见过他，伤势的确很重，据说是3个跟我同时代的老怪物一起出手将他重创。延康国师，这是将计就计啊！那些宗派怕是要吃亏啦。少教主，你对延康国师怎么看？人中雄杰，胸怀宽广，旷世之才。当年他来向我问道，我也是这么认为的。我本想收他为弟子，却发现他的才学应有超过我的势头，便打消了这个念头。那么，既然延康国凌驾天下宗派之上，国师又是旷世奇才，天圣教也是宗派，若国师要灭天下宗派，灭圣教，我教该如何自处？有2条路，一是变教为国，圣教要立国，则需远离延康，以免被吞并。但圣教360堂立足于市井百姓，离开了延康，只怕会破坏根基。第2条路呢？依附延康国。你做教主，便是想让圣教灭教？好大的胆子！我要杀你的头！祖师没有这个念头。有，头先放在你的脖子上，继续说下去。敢问祖师，太学院中寒门士子占几成？1成。延康国的官员有几成出自太学院？2/7。这便是太学院的弊端。200年后，天下官员都将出自太学院，而太学院中无一名寒门子弟。寒门越发贫苦，世家越发富贵，民怨必然爆发，那便是我教一统天下之时。滚滚大势，无人能敌，无人能挡。你要造反，陷圣教于不义，我要杀你的头！祖师，别闹。你用200年让圣教成为另一个延康国，再过200年呢，照样会有人推翻圣教。请祖师赐教。我也看不到200年之后的事情啊。不过，我的想法与你有所不同。我想的是圣教教育，圣人之道，无异于百姓日用。延康国师崛起时，我便看出了他的雄心壮志。他来向我问道，我就将这句话告诉了他。他现在做的就是这句话。祖师是想通过影响延康国师来影响延康国，让延康国成为圣教。倘若延康国做到了圣人之道，延康国便是天圣教。祖师圣明，你已经是圣人了。我做不到圣人之道，延康国师也做不到。诚如你所说，200年后，权势都将被世家把持。
我已经失败了，这个担子往后交给你了。比起灭教，严康国师更想控制圣教，为他所用，对吗？不错，你可以利用这一点。你年纪小，修为低，他会觉得可以掌控你。倘若他未来能实现圣人之道，让他掌控你，掌控圣教也没有什么。倘若他做不到，你取而代之。祖师，这是什么雨？九龙之气聚集在这里，形成了这片湖水。这鱼吸收了龙气，因此叫做九龙记。这种鱼一身硬骨头，没有多少肉，只能用来煲汤，但煲出来的汤味道特别鲜美。祖师的意思是让我做一身硬骨头的九龙记？想多了吧？做人有什么不好？偏偏想做鱼。你想被人煲成汤，我就是嘴馋了，带你来喝鱼汤而已。你知道我为何要做太学院的大祭酒吗？我为的是博览天下所学，为的是见证一个新时代。可惜，只怕我无法看到了。不过没关系，你可以看到。时代？那要怎么看？站的高度不同，看到的世界也不同。鸡雀低飞，只能看到方寸之地；雄鹰展翅，千里皆是猎场。少教主，你年纪这么小，便能看到200年，已经是个合格的教主了。你过关了。再过几个月，我便会辞官，回圣教主持登基大典。我要亲眼看着你成为圣教的教主。祖师，我知道圣教有个不成文的规矩，有能力杀死老教主的人，就能成为新教主。我目前是5要境，好像能杀我的人，是不是有点太多了？我在，无人敢动你。你需尽快磨砺自身，便无人杀得了你。祖师，你不是说还剩7年？留给你的时间不多了，只靠境界压制，必然是如履薄冰。身为圣师，如果能带领圣教走出一片新天地，赢得教内弟子万众归心，那么没人想要杀你，也没人敢动杀你的念头。而今，已不是凭借1-2门祖宗传下来的功法便可以叱咤风云的时代，切不可固步自封。你始终不会缺少竞争者。我都收拾好了，咱们什么时候搬去太学院呀？不急，距离太学院开课还有2日。多谢。我先继续诊治。神医，救救他吧！他在战场上被头上长角的蛮子用镜子照了照，回来后便越来越瘦。将军不想让他留在军中等死，命我送他回京求医。晚了，人已经死了。他明明有气，还活着，只是身体还活着。他中的是蛮敌国的巫毒，毒性渗入魂魄，已经魂飞魄散了，我救不了。这方子叫做纯阳炼虫丹，再有人中巫毒，尽早服用可以救命。神医大恩大德，令我兄弟们无以为报。他们是庆门关的将士。庆门关正与蛮敌国打仗，你的药方可救百万将士性命，
肥七，放牛的，谢谢你。你的气色很好，怎么也来找我看病？是我家中有位长辈久病卧床，看了不知多少医师，就是不起作用，所以要我来请你走一趟。上轿吧。肥七是严康的公主，她的长辈，该不会是……皇帝生病了吗？我上次见他的时候，体魄很是强健啊。嘘，病的是我的祖母，当朝太后。你可知父皇为何赦免了你躲避世境的罪过？就是盼着你能治好祖母。我若是治不好呢？连父皇也保不住你的脑袋。这还有什么法子？祖母，我把花象神医请来了。秦牧参见太后。他小小年纪，怕是连医书都未读过几本，怎能给太后看病？万一是个骗子？萧太医也这么说，然后他就死了。花象神医，太医们都是太学院的奸臣，未来是要教你医术的，让他们看看你的本事。天眼，看！太后这是中毒了。什么毒？此毒名为千机毒，是用1023种毒物炼成的奇毒。中此毒者，体内将同时存在1023种毒素，无论怎么开方，都只能解决一部分。而且，任何一种解药都会让毒性发生一种新的变化，治疗的次数越多，中毒越深。难怪每位太医诊治都断定是毒，可毒性却一直变化，药方也不停地变，但始终解不了毒，祖母反而病得越来越重。萧神医，你如何会知道这个千机毒？我听家里一位长辈说的。你的这位长辈现在何处？大虚。大虚。千机毒，此毒是玉面毒王所创，谁也不曾见过，所以吾姐，臣无能，臣该死。千机毒是玉面毒王的，可我分明在药师爷爷那儿见过。玉面毒王如今何在？据说毒王的弟子将他面具下的真容捅了出去，无数仇家杀上门来，他无法立足，只好割面而去，从此消失200年。不过，我倒是在大虚见过他一次。他们说的玉面毒王，不会真是药师爷爷吧？我从小到大，药师爷爷一直戴着面具，从未见过他面具下的真容。太医们无法可解，花象神医，你呢？千机毒是药师爷爷的毒，这毒会是他下的吗？不对，药师爷爷不曾出过大虚，不可能下毒。我有办法解。
不过，我需要知道太后中毒以来服用过哪些药，还需要1023位宫女，1023个木牌，1023只闭眼蟾蜍，一群不懂医术的宫女，一堆破木牌子，再加上些尸毒的蛤蟆，就能解千机毒。这小子卖弄什么花招？公子玄虚，他要是解不了毒，便是有9个脑袋也不够看，恐怕我们也得给他陪葬。准。让宫女们按照图示列阵。放牛的要用它们来做什么？列阵。木牌一面为黑色，代表阴；一面为白色，代表阳。听我号令，第一列阳，第2列阴，第3列阳，阴阳阳，第4列。我明白了，每位宫女代表着千机毒的一种毒物，而她的口令就是将祖母服过的药物根据药性转化为阴阳符号输入，从而计算出千机毒在祖母体内的变化。用术数来推演药理，不可思议。第1列进入第3列，双阳相撞者，前位进阳，本位转阴。咦，他为何要不断变换位置？难道是想让所有毒物阴阳均衡吗？均衡谈何容易？除非他能找出藏在1023种奇毒里，支撑其余1022种毒物运转的中枢大毒。阳气枯竭，生机不振，他要失败了。成功了！1022种毒物，阴阳相生相克，千机毒自解，将浩如烟海的变化化作简单的阴与阳，简直神乎其技。诸位太医，这方子如何？丹方奇美，壮丽如歌。老夫行医100年，却只流于表面。今日得见小神医，方知医术浩瀚无边。小太医能够死在小神医面前，死得其所，死得其所。炼药不用丹炉吗？波动元气演化炉火，水火相济萃取药力，
是失传了200年的龙虎香气手。没想到竟能见到这种传说中的手法，我是在做梦吗？想学啊，我教你们。多谢小神医。他们怎么那么激动？药师爷爷说，炼丹最为关键的是精通药理，手法只是补充，算不上多么特殊。服下此丹，千机毒的毒素便会排出。待闭眼蟾蜍将其吞噬。小神医，谢谢你帮我解毒。你的炼药手法让我想起一个人，200年前毒杀各派高手的玉面毒王。太后见过玉面毒王？说起来，当年先帝死后，哀家曾见过他，与他有过几次幽会，为他倾倒过。谁能想到，青面獠牙、臭名昭著的玉面毒王与狼焰毒绝、风流满天下的玉面郎君竟是同一人，伤了不知多少女子的心呢。药师爷爷竟然还有一种身份。他早年收的弟子小毒王府元清突然捅破了他的真实身份，他被仇人追杀得走投无路。哀家告诉他，哀家可以保他。还有几个臭女人也想保他。太后爱慕药师爷爷，没想到清心寡欲的药师爷爷以前这么风流啊！哼，他们到底是没有争过哀家，哀家也没有争过他们，他还是走了。造化弄人，折磨了哀家几10年的千机毒，竟是出自情郎之手。太后觉得是他本人下的毒？哼，不会是他，是小毒王。听闻小毒王投靠了国师，他向哀家下毒，自然是国师的授意。小虫儿说，太后的千机毒被一个少年解了，看来是我师尊新收的弟子到了。国师，要不要再下另一种奇毒？
已经不用了。太后与我之间并无恩怨，她当年为了保她儿子的江山，才反对我变法。陛下对此也有迟疑，因此我让你下毒，并非为了毒杀他，只是想让他无法干预朝政，陛下方能全心全意变法。而今朝野上下多是支持变法的人，那些造反宗派也步入局中。我大事已成，太后阻止不了我。国师想要哀家死，想了很久了。大抵是哀家对他的某些做法看不过眼，他嫌哀家挡了他变法的路。太后何不去告御状？你以为皇帝不知情？他见如今变法大成，哀家无力回天，便让你来解毒，否则他怎会顺着秀儿的话赦免你？赦免器皿可是毒神的罪责。对千机毒如此了解的，只能是千机毒的创造者。你师父就是玉郎君吧？他在大虚过得怎么样？他很好。是他让你来救我的吗？他心里还是有我的。太后有些想多了。小神医受累，回去歇息吧。你需小心，你解了小毒王的毒，他定然盯上你了。小毒王，你讲究大事，我却讲究恩怨。你的伤好的差不多，继续采集星光调息即可。我要出去转转。师弟来了，做师兄的岂能不去见一见？你要小心，太后虽然不能奈我何，但是诛你还是可以的。太后聪慧，想必已经猜出你师弟的身份，她在等你上钩，将你诛杀。是你让我下毒，为何他不杀你，反倒杀我？我何其无辜！你忘了吗？太后与你师尊有些不清不楚，她是为自己报仇，更是为你师尊报仇。玉面毒王现居大虚，前不久有位大虚器民做了天子门生，应当就是你的师弟。圣上谕旨，太学士子秦牧天资颖逸，抢学不怠，今量才着用，敕封太学博士，官居正六品，可登天禄楼3层，不受太学院管制。钦此。秦兄弟太厉害了。皇帝钦点所系甚重，博士是世子中最为博学的天才，也是身负名利求索之职的朝廷命官，更是太学院超越各大宗派的关键。你便是我太学院第一个太学博士，秦博士。秦博士往后只需去华圣阁、军机楼、镇元殿、天音阁学习书画、兵法、阵法、音律，其他的跟我学，我会因材施教。可这样单独教导，不将所学之奥秘传授给天下百姓，又与宗派有什么区别？所以大祭酒让我来探索博士治学之道，一旦确立，便可以推广开来，培养出一代天才，一代博士。凭何是那器民做太学博士？凭他有资质，你们若不服，可以与他较量，展现你们的资质，一样能成为太学博士。秦博士，
快把你左肩的破绽修补好，别被其他世子越过去了。启民，你破绽已出，这次定要叫你从巷尾输到巷头。这位师兄叫什么名字？我输了之后，也好知道是输在谁的手里。你来自蛮荒之地，倒也懂些礼节。听好了，我姓叶，名清河。小哥，动静小点儿，不要让我们天天修。辛苦几位。破坏小点儿。你不去打？你的剑法里藏着真龙剑意，我还想借剑用江龙宫那条诱龙的剑术。你知道那条龙？小何宗师气，宗师个屁！狼奴和我联手就是无敌！启民的破绽，知道又如何？你倒行逆施，我要替天行道。招太狠了，我不敢说的。魏兄，师兄弟间切磋是常有的事，更何况咱们是过命的交情，不如你我点到即止。来了！我好像领悟到国师的三招剑式。放牛的太厉害了，整个世子居无一人是他对手。他再厉害，也是个大虚器皿，而非我严康子民。七妹，你不要与他走得太近，免得被人诟病，说你失了皇室的分寸。器皿又如何？英雄不问出处。他是父皇亲收的天子门生，太学院的第一位太学博士，我看好他。师兄弟，为何大家明知你有破绽，却无法伤到你？知道破绽是一回事，能破解是另一回事。说是同境界交锋，能击中我破绽的，整个太学院加上大祭酒，也就2、3人。你不是他的对手，高出一线是高出一根头发丝儿，而他的本事比你高出一筹，就是比你高出一根筷子。他才是我世子居的大师兄。秦家的秦玉、小胖子、岳青红、云雀，再加上万云，都可以做下一代太学博士的备选。原来师兄故意揭露我的破绽，就是要借机观察他们的实力。师兄，
秦博士和我师出同门，是我师弟，你是我徒弟，以后要叫他师叔。原来沈师兄是师兄的弟子，难怪这么强。哼，你叫什么师兄？乱了辈分，叫师侄。沈师侄，沈师侄不习惯，就先消化消化，以后再叫。圣旨到！顾里暖秉性端方，博通经史，特封为太学院大祭酒总领院士。望卿广遇贤才，勿负朕望。臣必定肝脑涂地，死而后已。太学院传来消息，新任大祭酒是顾里暖。顾里暖的才学品德还远不够格，但这件事我不能多话。我的势力太大，陛下担心也是应当，否则我便要心中不安了。你去将天魔教新教主的事呈给陛下，至于天魔教祖师的来历，就不必多说了。闪开！都闪开！那头大狮子是活的。公子，这些不开眼的已经让出一条路了。公子请。太张扬了，太张扬了，以后不许这样。诸位师兄师姐，得罪了。放牛的！七公主历练回来，怎么变得和世子军那魔头一样，还放话要横扫皇子院？放牛的，你这些日子去哪里了？和巴山老师都很担心你。多日不见，你的本事越发厉害了。你要小心，新任大祭酒是顾里暖，他还向凌云道人打听过你。秦博士最好将少宝剑还给顾里暖，他向来小肚鸡肠，我可以做东，让你与他会一面，化解恩怨，不然难保他不会给你小鞋穿。按照我们大虚的规矩，凭本事到手的东西是不必还的。况且我听顾里暖说他是太子的老师，二皇子觉得他会给你面子，不担心他给你穿小鞋吗？我最近便要上书父皇，前往边疆带兵。七妹，朝堂内外暗流涌动，你不如随我去边关。我若是待不下去，肯定去找你。不过我现在还想随霸山祭酒修行呢。二皇子放心，有我在。这才是我最担心的。学生见过顾大祭酒，你骗走我的少宝剑，可知也有落在我手上的这天。拿剑来！我是皇帝钦点的太学博士，太后的救命恩人。你动我，皇帝杀你的头。一个神桥境的对一个武药境的动手，好不要脸！无需皇帝杀你全家，我先杀你全家！霸山祭酒想为这小子出头？老姑，200年不见，你的魑魅勾魂法已经过时了，要不要我指点指点你？指点我，换天道来还差不多。大虚弃民，你当真要与我为敌？
他是我的师弟。国师，没想到天圣教的圣教主是我太学院的第一个太学博士，真是一件趣事。国师此来不会只是为了说趣事的吧？你见到我，好像并不觉得奇怪。天圣教有教无类，教中各种势力都有。国师能在高层中安插几人，也是理所当然。那你为何没有丝毫惊慌？不怕我是来杀你的？国师若要杀我，惊慌也是无用。不杀我，天圣教不反；杀我，天圣教必反。我的命还没有天圣教那么贵重，国师不至于杀我，所以我也无需惊慌。有智慧很好，但太自以为是，可能会猜错。你说天圣教不反，理由是？理念相同，无需造反。听闻你成为教主后第一件事，便是设立第361堂学堂。我在效仿国师，改革天圣教。天圣教本就是披着宗派之名的国家，你再效仿我，岂不是要变成我严康的国中之国？太平时期你们不造反作乱，但若天下大乱，你们何不会趁机而起，占据正统？现在的严康国就是一个规模巨大的天圣教，我们为何要反自己？那么，你们何时会反？国师背叛了天圣教的理念，不再执行圣人之道，严封地失德，奴役大虚子民，我天圣教必反。你好大的胆子！说假话也瞒不过国师。你来自大虚，在天圣教中没有任何根基。我原本想掌控你，让你借我的力量在天圣教中站稳。现在我没有了这个想法。你这种人非常危险，拥有理念的人往往都很难被说服。而说服一个人是最吃力的，还不如杀了简单；说服一个教派还不如灭门简单。好在，天圣教的理念与严康国并不冲突。国师暂时不会动天圣教，那么道门和大雷音宗呢？倘若他们贯彻他们的理念，我会尽一切力量和手段除掉他们。倘若他们按我的理念来，存活下来也不难。国师的理念又是什么？知行合一，不要看我说什么，看我做什么。这次严康国内乱，我天圣教可以支持国师，但平息叛乱后，国师会否清洗我教，过河拆桥？不会，我需要鞭策。留下天圣教，便是留下一柄悬在我头上的剑。我太强大了，若是犯错，谁能奈何得了我？我需要一个能够在我道心迷失时杀掉我的势力。倘若我违背了你们的理念，我等你来杀我。新的天魔教教主竟然是他！他是个不错的苗子，只是与我很像，总让我觉得有些不舒服。我讨厌照镜子，镜子中的自己始终不如理念中的自己完美。既如此，国师何不除掉他？以人为镜，可以见己；剑悬于顶，方能自省。
国师如此豪情，必须要成全他，做一柄玄鼎之剑。天王们说，圣教有门顶级的炼体功法，9转3正玄功。如果把它融进霸体3丹功里，是不是可以弥补我所见的破绽？果然成了。秦兄弟，你怎么瘦成这样？不会被小狐狸采捕了吧？还没踩呢！公子别跑了，快停下！你快饿死了！小神医这是怎么了？怎么了这是？小神医似乎在修炼时抽空了一身的能量，倘若补不回来，只怕会死。老大，我们快去给公子找东西吃。公子吃新牛不？我看见你的牛了，跟我来。真是抓不得！那好像是贡鱼中的极品鱼王红龙鲤。这棵树看着挺适合当柴火。看看，那是陛下亲手种在世子君的上进树，勉励世子求学上进的树。秦兄弟闯大祸啦！哼，这家伙可真是走到哪里霍霍到哪里。秦博士，等着杀头吧！秦兄弟，不好了，大理寺的人来了！将那狐狸和狮子拿下，带回大理寺。陛下口谕，宣秦博士入宫觐见。完了，这么快就闹到陛下那儿了？难道有人告了御状不成？陛下，玉龙湖乃9龙之气凝成的玉水，湖中鱼王更是皇家御膳。秦博士私吞贡鱼，纵容龙麒麟和狐狸殴打守护童子，毁坏陛下所植的上禁树，这是死罪。法不容情，臣不敢隐瞒。秦爱卿怎么说？秦牧是化外之民，不知京城的规矩，行事莽撞，深感罪责深重，请陛下发落。虽然朕很赏识你，但律法就是律法，你让朕如何发落你？按律，满门抄斩。皇帝，哀家也以为小神医当斩。母后何出此言？不斩了小神医，天下人怎么知道皇帝贵鱼而不贵人？不斩太学博士，天下人怎么知道皇帝贵树而不贵人？斩了他，天下人才知道皇帝是因为一条鱼一棵树杀了誉满天下医好哀家的神医，才会知道皇帝是昏君吗？顾爱卿，陛下，朕的脸面都被你丢尽了。身为大祭酒，被祭酒打得头破血流，还用区区小事来烦朕。这次先记下，再有下次，朕杀你的头。回去好生反省。臣遵旨。顾大祭酒，我家的狐狸和那头龙麒麟，还请不要让大理寺为难他们。
谅他也不敢。秦爱卿，朕有些话要对你说。朕的太学博士，天魔教的教主，大虚的器民，玉面毒王的弟子。秦爱卿的身份有些多呀。皇帝也在圣教安插了眼线，还是说这眼线藏在国师身边？天下归心，可见陛下鸿福齐天。魔道第一大教的教主成了天子门生，这可能是鸿福，也可能是心腹之患。秦爱卿，你觉得是哪个呢？倘若道门道主向陛下投诚，陛下会封他什么官？天下正道牛耳，朕将封他为正一品，让他称王，代代世袭。倘若大雷音宗如来向陛下投诚呢？禅宗魁首，朕封他为正一品，让他做祖。延康三大教派，唯有天圣教的教主主动入朝，陛下却封了个寒酸的6品太学博士，还要责问他是鸿福还是心腹之患，岂不是让忠臣亦是寒心？算你说的有理，不过朕不能立刻升你的官，你年纪太小，升官太快会惹人非议，多半还会暴露你的身份。多谢陛下体谅。朕知道你与顾离暖有嫌隙，他是朕放在太学院的，你让他太难堪，朕脸面上也过不去。臣哪里敢？你大可以放心，论胆大，没有人敢说自己能够超过国师。朕敢用国师，也敢用你。陛下有何打算？叛军云集南疆，朕打算让太学院进行一场大规模历练，由各殿监丞带领士子们赴前线平叛。秦爱卿作为太学博士，也得带一支队伍。祖母，父皇此举可有何深意？是考验还是……朝廷与从前的时代联系太紧密了，朝中权臣多是各派掌教、世家家主、皇国国主，他们中有人想破坏变法，有人想垄断仕途，有人想复国。哼，皇帝要革除陈珂，唯有启用新时代的人才。臭鱼烂虾，全部让路！这破船居然飞得这么快！那当然，丹炉可是公子修的。放心放心，我有经验。没事没事，过会儿再画上。秦老弟，这几个世子只会拖你后腿，帮不上忙的。出了事你可别管他们，自己跑。
等我弄到了足够的玄铁，就来找你修个铁壳船。府尹大人的录音。敢问利州府的府尹于渊初羽是否在此处？堤江县秦牧求见。封疆大吏于渊初羽，怎会和他有关系？初羽姐姐。秦牧阿弟，我听兄长说起过你的事。你现在也算是出人头地，都成太学博士了。你们能够跟随阿弟，真是你们的幸运。姐姐说笑了，以前瞒着姐姐，没有说我来自大虚，还请姐姐见谅。你走后，我还在想，叠江县何时有一个秦家，能够教出这么出色的子弟？眼下南疆势力混杂，阿弟还需小心，这里的水太深。姐姐怀疑军中有奸细。而今的世道，你知道谁是忠的，谁是奸的？比如我是于渊国的亡国公主。你们焉知下一刻，我不会反。姐姐别吓他们了，你是聪明人，看得出这场叛乱是国师部的局。劝我反的人不在少数，只是我于渊家看重的从不是皇位，而是百姓。彼时国师进入于渊，与我父论治国之道、民生之道，然后我们败了。我父退位，让我兄长继任，兄长不受，将皇位传给我。原来姐姐还是一位女皇帝呢。皇帝我做过一天，没什么乐子。想做皇帝很简单，不少家伙随便找个地方就自立为帝。治国我不如你，改善民生我也不如你，于渊国可以交给你了。往后于渊便是我延康的利州，你可做益州府尹，护你故国子民。倘若你辜负百姓，我便反你。要做好皇帝，治理好一个国家，却非易事。报！九幽门门主弃城而逃，我军已成功收复路县。路县地处险要，乃是我利州府门户。向北可通达京城，向东可策应叛军驻地天波城。九幽门怎会轻易放弃？莫非是去搬救兵了？南疆水深，刺杀国师的旧时代老怪物们至今没有现身。而且，谁知道旧时代还有没有神器活下来？我听闻，九幽门的千魂印能打开地府的缺口，令亡魂归还肉身。我读过千魂印，但那经卷上的符文有些错漏，我试验不出法术的具体效果。奸臣们说过，那些鬼画符无甚用处，装神弄鬼罢了。报！孝义将军举兵叛变，以光复存义国旗号，集结乱党，正向我利州军合围而来。看来这亡国太子就是叛军派出的救兵。你们去路县驻守，先随守军把九幽门弟子的尸体烧了，余下20支世子队伍今夜就到。驾！本次南疆叛军，除离散人田真君、穷夫子、齐大友这4人投了须弥山，
还有一个道全真人外，其他教主级的高手全被你杀完了。哎呀，60万叛军已经溃不成军，全部剿灭，只是时间问题。你的身体看来要麻烦秦博士疗伤了。又疗伤？真的假的？真的。莫不是又骗我？自然是真的。信你才有鬼！信了你的，现在都躺在棺材里了。棺材里的人，你应该知道是谁。你不说，我也会知道。等到了京城，看哪位老王爷突然轰了，便知道他是谁了。皇帝他知你懂你，太子呢？凌家也有问题，对你有想法的何止一个？你就没想过再进一步？你老老实实平叛，清扫南疆的残余反派势力，其他的不必多言。都天魔王的意识似乎完全沉寂了，是因为有国师在，他不敢暴露吗？还是他有什么别的打算？我受伤了。真的假的？真的。当真？真的。好吧。此番回京，皇帝定会论功行赏，秦博士当即首功。皇帝赏我，无非是加官进爵，倒是不知皇帝会赏国师些什么。如果赏给我家人和财帛，我要不要？皇帝还能赏给你什么？没有了。那你就要。啊，国师家里还有什么人？几个老仆和侍卫。有多少钱？每月俸禄勉强够用。没有妻儿吗？心存天理，何须人欲？我自求道。国师该成家了。3成，足足3成！派往前线历练的太学士子折损了足足3成，他们都是朕的栋梁之才，国家未来的中流砥柱，就因消息走漏，被逆贼害了，朕想杀人。知道这件事的，除了你和朕之外，都是一品大员。太子的几位老师，还有司徒、司空、国公，你觉得会是他们中的谁？臣不敢妄言。说，你怀疑谁？说。太子的几位老师大有嫌疑。顾爱卿，下去吧。是。回来。这次国师评判立了大功，你觉得朕应该赏赐给他什么？还能赏什么？国师他已经封无可封了呀！
陛下在试探我？不对，危险是太子少保是太子党的人。太子跟权臣天生不对付。回陛下，国师向来不贪恋权势，但就微臣所知，国师家中清贫，且尚未婚配。陛下可赏赐给国师美人和财帛？和朕想的一样，只怕他又像从前一样拒而不受。国师很聪明。你也不笨，下去吧。是。还有，不要总是招惹太学博士，你惹不起他的，他的能量超乎你的想象。我是中年坐上这个位置，甚至还熬死了几个儿子。看来，我的太子不想像我一样等得太久。这位兄台，敢问城中是哪位大人没了？您居然不知道，镇北王十几天前突然薨了。啊！陛下悲痛，举国节哀。镇北王凌尹峰是先帝胞弟，排行第8，乃是陛下的8皇叔，很是受人尊崇爱戴。他早年随先帝打天下，战功赫赫，几次险些战死，后来又救过先帝几次性命。他突然薨逝，我当去镇北王府吊唁。国师，镇北王为何会反？他不是反皇帝，是为了他凌驾的江山反我。完美无缺的圣人，是皇帝所无法统治的。你说的对，我该成家了。陛下圣谕，太学博士秦牧保全麾下士子，在南疆立下赫赫功劳，擢升正五品上阶中散大夫，待遇与奸臣等同，钦此。恭喜秦大人，贺喜秦大人。炎峰帝好大的手笔，可惜是虚指。这皇帝对我还是有戒心吗？